大家好，我是雪莹，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，也是一个试验中的环保分子吧。因为工作比较 flexible 的时间，就早上的时候先去关心一下我的植物们，就为它们浇水。大家说就是植物会让你的眼睛啊、你的身心都比较好，所以其实我种蛮多植物。一方面是想实践 edible garden， 自己供应给自己的食物，虽然也不多，就是少量这样，小也是可以从小的开始。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都是自由业者，我在家里工作，还有午餐什么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煮，然后都会煮比较健康的。偶尔我还会在我的garden 就捡一些东西，就是采一些菜，就一个人的分量就够了。有一天就会发现，这身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 plastic。然后去吃东西打包，那样东西只是用一次，然后你就要丢掉，然后你就在想着那个塑料袋要怎么办，就拿着回来，好像感觉这种东西是完全不会停的，就你生活就一直在有新的塑料袋，以前的环境都没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大家都过得还好，然后现在好像更多别人说是方便，怎么感觉我的生活都是被这些塑料包围着的呢？其实从我搬家吧，应该是搬家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的生活上充斥着很多的不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每一次搬家，然后自己也是做室内设计，会看到顾客去买新的东西，搬家的时候全部都是用 plastic 包着，然后每一次的运输，因为担心他们的撞击之类，全部都是 plastic。我感觉上有一种宿醉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工作上制造太多的垃圾了，所以生活上我希望我可以尽到一点能力。这样子已经大概有着7、8年这样了，会去进化吧。就可能开始只是拿个环保袋，慢慢就会开始去买东西的时候去巴沙，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开始自己在家里试看种菜。可以做的其实还蛮多的，然后我有尝试，就是将拿一个袋子将我1个星期家里用到的那一种塑料收集起来，会蛮吓人，会惊吓的。就是一个人，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制造那么多垃圾，就你一世人下来，你会制造多少垃圾？然后全部都是不能被腐化。当你的人不在了，你的这些垃圾就是流芳百世这样子吗？会想到如果可以就做一点点，也不会影响我生活太多的东西，反而是觉得我会清楚我自己用的是什么东西，吃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。环保不是将你原有的东西完全丢掉，而是将你原本生活里面有的东西，你要怎么样去让它有多次的生命去继续用它。就好像那些所谓的一次性塑料袋，你不是用一次你就丢掉了，既然你已经没办法去避免有那一个垃圾，那你就在想着怎么样让它有延续更长的生命。塑料真的不是对一个环境很好的东西，但是没有留，你为了要完全实践你这个零垃圾的生活，然后就将全部这些塑料丢掉 ，end up 都是在一个堆填区，也是没有使用到它应该要的价值了。如果是买食物那一些来说，你就从它的包装开始看，如果可以就去选我们叫裸包装，就没有包装的东西，就所以我们才会去巴萨，就算是 grocery store 也是会有这些，就会去先选择这类型的东西先。然后第二是他们说要比较去支持 local 的，因为 local 你就不需要运输，你不需要包装，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来这里就卖了。另外一种衣食住行，你的衣也是蛮重要。买衣服的时候会闪失，
我没有到完全不买新衣，但是会一年里面会限制自己，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多，也在慢慢尝试去做极简生活。如果你是说你只想对自己好一点，觉得环境这样东西太大、太远了、太遥远的东西，那么从你自己开始，从你的健康、你用的东西开始，你会觉得可能今天你就拿一个环保袋，可以的话买一个竹制的那个牙刷，一步一步，不需要一下子让全部东西你生活习惯完全改变，那是一个很难的事。但是你一天改变一样小东西，你会看到自己可以影响蛮大的。